我裹得严严实实，就露了双眼睛，突然被眼前的人拦住。你好，我是帮人实现愿望的博主，能给你做个采访吗？这是我退圈的第3个月，我以为自己被狗仔认了出来，连忙挥手拒绝。结果眼前的人还在试图说服我，你有没有什么心愿没有实现？我可以帮你的，不收你钱。我转身就走，却突然听见他又追着给我看手机屏幕。我不是骗子，我有短视频账号，不信你看看。我觉得他好没礼貌，可是他说的都是真的。只是他一看就是个新人博主，视频量少得可怜，就连点击率也屈指可数。看见他真诚的脸，我突然想到刚入娱乐圈的我，那时候我冲劲满满，却接连碰壁。我突然起了恻隐之心，你能帮我实现什么愿望？他这个憨憨只是抓着头，这要看你有什么心愿啊。不瞒你说，你是我今天问的第17个人，他们都不相信我。比方说，你有没有想见的人，有没有想去的地方，说出你的故事，我帮你安排。我逗了逗他，又怕吓到他。那如果我想你帮我做生命最后的记录，你愿意吗？前提是在我死之前，这些视频不能发出去。如果我没死成，你这些视频就作废了，你敢赌吗？心愿博主叫小琴，长得瘦瘦小小的，她坐在我面前，显得很是局促。不，应该说她快哭了。祝愿姐，我没想到是你，你真的……她双眼红通，像是根本无法接受。我真的很喜欢你拍的戏。要说我在哪个方面都挺牛的，要不生病，一生病就是个大的。我体内有好几种癌。我抽了张纸递给他，医生说我大概只剩下半年。他的手机还举着对我，所以这才是你真正退圈的原因。拍不动了。不停的化疗耗费了我大量精力，而且我笑了笑，太多媒体发了证明，说我头秃了。这是我第一次对着镜头脱下假发，假发下面只有稀稀拉拉的头发，整个头皮清晰可见，有点像裘千尺。你也知道我挺爱美的，总被你们拍到，我不要面子啊。我很贪心，我要你7个愿望，你做7期视频，如何？你多拍拍我的左脸，粉丝都说我左脸比右脸好看多了。小琴已经比1周前淡定多了，可是她说她知道这些之后，在家哭了好几天，瘦了3斤。我一定给你拍得美美的。她揉了揉眼睛，祝愿姐，你第一个心愿是什么？我想去试试冈仁波齐转山。她立刻点头，这个没问题，我现在就给你订票。但是可以问问你为什么想去这里？我对着镜头笑不出来，曾经我和陆潇约好了，我们一起去，现在没了机会，我想去见见这个地方。不是说可以洗涤心灵吗？西藏很远，但并没有远得无法到达。下了飞机，高海拔让我的身体不适，一路舟车劳顿2天才到达转山的起点塔钦镇。在去的路上，小琴一直担心我的身体，各种叮嘱我注意事项。我笑着逗她，我问过医生，他说反正也没多少时间了，去哪里都可以。一句话，这小姑娘又急红了眼。她却又小心翼翼问，祝愿姐，你和陆先生是和平分手吗？我知道她委婉问了，其实我和陆潇的离婚闹得又大又难堪。可是在这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刻，我终于有勇气说出了口，在他看来一定不是和平分手。他和你们一样，以为是我出了轨。所以你的确没出轨，对吧？小姑娘的眼睛亮亮的，我就知道我没有看错人。我笑着点头，我可爱可爱这个男人了，哪里还看得下其他男人？新人博主也有个不好，情绪波动太大。他直接在镜头前哭得稀里哗啦。他哭哭啼啼，那会儿媒体都骂你出轨，他们怎么敢啊？我还得在镜头前哄他。最后不得不承认，算了，告诉你吧，这都是我自导自演的。我在离婚前半年查出了癌症，那会儿还只有1种癌。医生告诉我，只要我乖乖配合治疗，还是有生存的希望的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医生大多数都很心善，就是有时候爱说谎。我找了我从小到大的哥们陪我演戏，只为了快点摆脱陆潇。你别看他是个集团企业总裁，平日里雷厉风行，可他对我很是认死理。后面我就没说了，大家懂得都懂。小琴哭丧着脸继续问我，姐，你为什么没有告诉他你患病的真相？
死亡的过程很痛苦，何必拉着别人一起呢？小琴突然说，最近的新闻，听说陆总他身边有了个新女友。是吗？那真的要恭喜他。我是诚心的，他值得更好的。我忍受路程颠簸带来胃里翻涌的不适感。我这里真的没眼，只是到了要死的时候，已经什么都能介怀了。我曾经和陆潇开玩笑，他要是找了别的女人，我给他腿打断。后来，你看，我这不是很容易就放手了。这时候，向导突然说，今晚休整一下，剩下的路程都得徒步，全程52公里。不过我要给你们打预防针，这里的海拔很高，全程说是52公里，实际上远远不止。转山的第一天，目的地是止热寺，那里可以看日照金山。我突然觉得，为了我一点私欲，让你陪我这样搭上性命徒步，这对你不公平。小琴却摇摇头，祝愿姐，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，如果我坚持不下来，我不会勉强。而且你说你做了好几个月的攻略了，就连物品都准备得好好的，所幸我们都没什么高反症状，运气也好。夜宿止热寺之后的第二天，我就看到了日照金山。我学着往上张开双臂拍照，我大喊，如果可以，我希望你们可以忘记我。想了想又喊了一句，陆潇，我替你来了，你可以不用来了。这一路可以遇见很多虔诚的藏民在叩拜祈福，见识到了冰雹，吃的东西也很差，睡了体验感不好的简陋床，3天才完成转山徒步。我对着镜头说了这一期的总结。我没有告诉你的是，一开始我做攻略是想和陆潇一起来玩，后来我决定一个人来，我曾经是想过来这里自杀。小琴吓得直接握住了我的手，我拍了拍她的手继续说，那会儿我觉得反正我治不好了，我就死在湖泊里，死在雪山上，或者就死在旅途中。可后来我突然不想死了，我想在最后的时光好好活着，也算是不枉此生了。小琴突然又问我，第一期的行程有没有什么遗憾？我点了点头，想想都有些心惊胆战。我的爸妈对我可宠了，可我对他们撒谎了。我也没告诉他们我生病的事，我甚至还在骗他们，我重新拍戏了，去西藏拍戏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终究是不孝了。从西藏回来，高反和旅程的疲惫让我缓了整整1个月才能继续联系小琴。这期间还有一次化疗，每一次我都觉得我比上一次更难起床，似乎抽空了我的力气，让我离死亡更近一步。我不确定我能不能信任这个一面之缘的姑娘。如果我第一期视频现在就曝光，她可以立刻爆火。我就是在赌人在面对一个快死的人时，总是多添了几分良知。祝愿姐，你第2次心愿是什么？我想让大家多认识我，我也想自己重新走一走过去走过的路。小琴对着镜头担心，你这个身体，我们可以慢点进行的。没事，我自然是缓够了才来找你。在人生最后的时刻，人就变得贪婪，想要达成的心愿越来越多。你今天的造型真好看，有点梦回你走红的那个偶像剧。今天你还记得我吗？今天我的假发是短发，距离我是短发的刚毕业的大学生和实习公司的总裁有了纠葛。我笑着摸摸头，我现在可以随意更换发型，是不是很帅？可是你越来越瘦了，你身边的人都没看出来吗？我有些不好意思，我和陆潇离婚了，自然不用见面。生病以来，我和我爸妈见得越来越少，但是他们是父母，不免要和我视频什么的。你猜我怎么说？我说我演了个重病患者，我只敢用假话说真话。他在我面前揉了揉眼睛，那你这一期想去哪里？想回小时候生活的地方，也就是2小时车程，我就到了我小时候的老家。祝愿姐，你身边那个助理呢？我的助理是个憨厚的姐姐，有时候跟着我出场，还有些名场面。你说雨丽呀，我让她别跟着我了，所以她知道你的身体状况。哈哈哈哈！我说到这里自己笑了，你猜我用的什么理由？她跟了我这么久，怎么可能不知道我有异样？我淡定地坐在镜头前，我也撒谎了。我说我因为太爱陆潇，可是出轨这件事让我和他分开，我就抑郁了。我想要退圈治治我的抑郁症。他信了。哪能啊？
和我那经纪人李姐两个人拉着我哭，说带我去看病。我说给我点时间，我会自己去看医生，我游山玩水一段时间就回来。他们会不会已经察觉了？我头发秃了这件事本来就瞒不住，我编了这些理由，自以为很聪明。可是有一天李姐说，她不要我好好赚钱，她只要我好好活着。说到这些，我已经流了眼泪。我擦了擦眼角，大概是没人敢在我面前提及这些伤心事，所以他们也没说自己知道到哪一步。雨丽这姑娘自费给我买了10顶假发，说是送我出去散心旅游的礼物。说着我停了下来。我现在纯素颜，戴着口罩帽子，全身更是最简单的卫衣加牛仔裤，背着简单的帆布包，路人都当我是路人。我从包里提溜出一个保温杯，喝了起来。这就是我的小学。姐，你在第一实验小学上的呀？我点点头，指着操场那边那棵大树。我那会儿和别人比胆量，我爬上去了，结果下不来，吓得在树上边哭边尿裤子。住院姐这会儿还在上课，估计门卫不会让我们进去。不进去我就看看，别打扰人家工作。我也就是再看一眼，回头喝了孟婆汤，我就什么也不记得了。哎，你这姑娘怎么这么爱哭？导演就应该找你演个大哭包。我指着离小学不远的一条巷子，走吧，我带你去看看我的老家，我也得很多年没回来过了。可是一进去我就懵了，我站在风中凌乱，不禁笑出了声，哎呦喂，这里拆迁了呀！对着我的手机镜头不禁跟着抖了一抖，这可咋办？好像我老家没了。我对着镜头回头，估计观众也看不出我的表情，说到底有点失落，只是说不出口。往前走2步，我按着记忆里的样子给你介绍介绍。这里原来是条老街，媒体总是说我富家千金，我出席活动解释过，可是大家不相信。借这个机会，我也正好给你们看看。我小时候就在这里长大，周围的房子都是老平房。我记忆最深的是我那会儿逗狗玩，最后被狗追，还咬了屁股。啊，还好那会儿是冬天，我是跟着外公外婆住，他们给我里3层外3层，穿了好几条裤子，最后咬了个冻棉花咬出来了，愣是没咬到肉。听起来真的哭笑不得，至少小琴笑得哈哈哈。住院姐，我脑子里真的想不出来你被狗追的样子。2个人嘻嘻笑笑结束，我又说，走吧，带你去看看我的高中，它也离得不远。我停顿了脚步，也是我认识陆潇的地方。去之前，我想去看看有家面馆还在不在，我请你吃个面条，因为我小时候就爱这一口。所幸面条馆还在，只是招牌换了新，可是老板还是原来那个大爷。我已经好多年没回来过了，也不知道还是不是那个味。小时候食物匮乏，条件一般，嘴巴还没刁，吃什么都是神仙打架。你就吃素面？小琴皱了眉头，不加点什么。我那会儿觉得这个干拌面已经是人间美味了，这老板的酱油可是自己熬的。我给你点了浇头的，你尝尝。虽然味道真的很好，可是我的胃口越来越差。所以住院姐，你觉得这个面是不是和小时候不一样？一样。我眼里含了泪花，真的一样。我又叹了口气，很好吃，可是我的胃口越来越差了，我吃不下了。小琴在那里边吃边抹眼泪，住院姐，我也算是和你吃过同样美食的人了。我吃着吃着，突然眼前多了个盘子，里面是个2个煎蛋。我回头看他，老板，我没点。老板点上了烟，送你们的，吃吧。你和这条街有个皮丫头很像，听说她现在成大明星了。我和她很像。我克制不住的红了眼眶，她一定很开心吧，还有人能记住她。有一年听街坊说她回来过这里办过什么活动，老头我都没挤进去。她手上的动作也没停下来，擦了擦桌子。对了，她每次来都是干拌面加个煎蛋。爷爷，你说她很皮吗？小琴跟着问。皮，她可是整条街最皮的仔，但是她也最讨喜。老爷子把烟掐在烟灰缸里，就是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。这店也要拆迁了，我也干不动了，只怕是见不到了。你不是说她成了大明星吗？小琴提示她，那个电视上不就能看出来？我就记得那娃娃小时候的样子，
大了，我就认不出来了。这些姑娘一会儿古装一会儿化妆的，认不出喽。我对着小琴的镜头小声说，出道后住院这个名字是艺名。爷爷，一定是他太忙了，要是他回来，你一定能认出来。是吧？就是我知道，他这些年总给我打钱。小老头坐在位置上看着门外，他没留姓名。可是你说这么多年了，谁还能给我这个孤寡老头打钱呢？我这些年送了好些煎蛋，也不知道有没有送对过。从面馆出来，小琴问住院姐，其实你就是想着来看看他吧？这都被你发现了，我多不好意思。我对着镜头没有刻意躲闪，他在我10来岁的时候就是一个人，每次对我都笑呵呵。忙活了这么多年还是一个人，我就每年给他转点钱。小琴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忘记了自己还举着手机，镜头都漂移到画面外了。那些无良媒体总说你平日里过得奢华没内涵，还说你是娱乐圈最小气的女明星。他愤愤不平，就因为你取消了一个女学生的资助。那的确是我的黑历史，我被骂上了热搜，甚至还丢了代言。我其实和他一直说，我可以资助他到找到工作之前。可是他后来和我要最新款的苹果手机，还说想去国外见见世面。他觉得我是明星，就不应该计较这点小钱。我从口袋掏出一颗糖递给他，这面蒜味重，吃点。我觉得与其钱给他出国旅游，还不如给别的更需要的孩子。说着说着，我们就走到高中门口，依然是进不去。那里是教学楼，后面是图书馆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个操场已经翻新过了，是塑胶跑道了。住院姐，观众一定很关心你和陆潇先生的认识过程，你能给大家伙说说吗？我这个人在高中的时候就不开窍，他是高3才转来的。我那会儿老觉得他针对我，我觉得他一定是嫉妒我班级第1的成绩，我就看他很不顺眼。我们还成了死对头。我领着他在学校围墙边散步，又指了指教学楼，看见那个5楼的一班了吗？尖子班。我高3就在那里上课。想了想，时光走得真快，我从一个觉都睡不够的学生变成了一个觉都睡不够的大人。小琴被我逗笑了，拍戏的时候总是熬夜吧？所以能有空睡一会儿都会抓紧时间休息，总不能熬得脸色蜡黄，头发真掉光了，天天在那接受各种镜头的审判吧？那你们怎么从死对头变成了情侣的？我撇嘴摇摇头，其实你别看他平时话少，但是真的挺腹黑的。我一直以为他的成绩总是差我几分，我每次考试都得意洋洋，结果人家会算分，不仅会算自己的，还会算我的。他说他觉得我每次骄傲的样子很可爱，所以他都会绞尽脑汁漏写或者写错2题。最绝的是，他就差我几分，拿个第2名。我觉得这个视频播出去，他可能会被骂大直男吧。我后来知道他成绩比我好，气得我1个月没理他。高考后，他居然和我表白了。我那会儿认定他是骗子，还放狠话，我要是和你在一起，我是狗。而且你猜他怎么表白的？他说看过一个电影，说如果问别人最喜欢吃什么，就代表喜欢这个人。他就坚持了1个月，天天问我喜欢吃什么。那会儿我以为他家开小卖部的，总是能带各种好吃的。我觉得要不是他最后打了直球，我这辈子也不能反应过来他喜欢我。我给你说，你这个视频播出去，他这总裁的形象就没了。因为他为了让我和他在一起，他说他才是真的狗。我也对着镜头继续说，我带你们看过了故事，我希望以后我和他再没有瓜葛。他总要有自己的人生，也希望关心我的人不要去找他，更不要去骂他。我没法守候一辈子的人，我希望大家能替我守候。而且问东问西有什么意思？人都死了，没什么意义了。无论最后我和他生疏成什么样，他曾经对我的好都是真的。从高中出来，我因为走的路多了，有些疲惫，找了个湖边的台阶坐着。小琴在下面举着手机拍我，住院姐，你现在在想什么？一阵风吹来，假发遮挡了我的眼。我揉了揉发酸的眼睛。我签了器官捐献，你们替我好好活着吧。有句话我没说出口。陆潇，被你赢了，我现在好想你。小琴的声音在镜头外，住院姐，不好吧？你让我跟你回家？就2天的时间，
让你记录一下我的生活。说是记录，大概也是一种遗物，我想给我爸妈留点什么东西。他们跟着我享福了也没几年，却要在这时候白发人送黑发人。那我作为什么身份去呢？他小心翼翼问，说助理怎么样？朋友。我笑着看他，难道不是吗？小琴哭的声音已经穿过了镜头，到了我的心底。真好啊姐，我都能当你的朋友了。我一想到我爸妈也会哭，我心里也很难受。我想了很多办法，如何告诉他们这个事实，可是还是胆怯了。我开着车带着他往家里去，你知道吗？一开始医生告诉我只有一种癌，我那会儿把自己关在房间里2天，从房间里出来的时候我就想通了，我要隐瞒，我觉得一种癌，我可能有机会一个人面对，甚至战胜它。可后来我发现我来不及了，我追不上他们扩散的脚步。你别哭，镜头会抖，哭多了回头我爸妈以为我欺负你，会揍我的。人生总有遗憾，不是吗？怎么办呢？有钱无钱都无解。我爸妈早就在家门口等着我了，他们习惯性帮我接行李，就这么一个包。哎呦，老朱同志，我能放2天假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我妈一下子就念叨，你怎么瘦了这么多？剧组伙食不好。杨云同志，新戏要我减肥。我这次演了个穷苦人家的姑娘，我要是胖了，那就不合格了。什么劳什子戏，怎么能让人减肥成这样呢？他一把抓起我的胳膊，你看看你这骨头都瘦出来了，真是别人家的孩子不心疼。行啊，等这个剧组结束，我就休息很长一段时间，然后杨云同志你就负责给我做好吃的，把我养得胖胖的如何？我爸又发了话，赶紧进门，都杵在门口等着被拍呀。我哈哈大笑，老朱同志，你现在都会防狗仔了。之前你退圈了，我寻思终于不用出门买菜做饭了，结果你又拍上戏了，不得小心谨慎点。就说你们女人的心思不能猜，千变万化的。小琴跟着我进门，叔叔阿姨好，我是住院姐的朋友。小姑娘长得真讨喜，不过你怎么也这么瘦，来阿姨家，阿姨把你养胖2斤。好啊，谢谢阿姨。小琴笑嘻嘻，住院姐早就和我说你做菜可好吃了，我早就想尝尝了。一句话愣住了现场4个人。我扶额，真是忘记和这姑娘提前交代了。我妈做菜那是创新菜，称得上奇葩，绝对不能算好吃。我爸烧得一手好菜，可我们全家统一口径，都说是我妈做的。我伸了手出去，杨云同志，我这么夸你了，你是不是应该给我发个红包？让你爸发，我可舍不得，我的私房钱要留着给你买糖吃。气氛真好啊。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小时候，杨云同志，你小时候太宠我，我牙住了好几颗，你知道吗？你怎么现在还来害我？老2口做了一桌子的菜。我的天啊，老朱同志，我是猪吗？我批评他们的做法，你们打算等我走后又吃几天剩菜？我跟你们讲，这就是不科学又不健康的。你们答应我，以后可不能这样了。说完，我就愣住了，这像极了遗言。我妈拿着筷子就砸我头上了，你还不感恩？你打电话说要回来，你爸5点钟就爬起来去买菜了。我捂着头哇哇叫。小琴动了筷子之后，很懂事的大呼，阿姨，你做菜真的好好吃。闺女，你这朋友靠谱。我妈难得这么开心，好吃你多吃点，明天让你叔给你再买菜。她差点说漏了嘴，阿姨再给你做。好嘞。吃完饭，我躺在沙发上放空，胃部很疼很疼。我爸妈在忙着收拾碗筷，我一回来就当甩手掌柜，他们都不肯让我做事，说我是小公主，还说我在外工作太辛苦了，只要躺平就好了。住院姐，你家氛围很好。对呀，这个房子还是搬家之后的那个老房子，就是我在娱乐圈成名之后，我买了新房子，他们也没有搬家，老房子小了点，今晚你和我一起睡吧。真的吗？小琴那激动的眼神不是盖的，她甚至口无遮拦，心愿团们啊，我可是实现了你们的梦想啊！我要和住院姐睡觉啦。疼劲过了，有些累，我躺着沙发就睡着了。再醒来，小琴一直看着我，我身上盖着毯子，天色已经渐渐暗了。怎么没喊醒我？小琴的声音软软的，没舍得。
我看了你2个小时，你真好看。吃了晚饭，我和小琴分别去洗漱。客厅的支架上的手机记录着发生的一切。我从浴室出来，我妈终于忍不住忧心忡忡地问我：闺女，你和我说，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的头发为什么没了？我惊讶于妈妈的敏锐，躲了这么久，终究是要来的。我鼓起勇气，最后还是说了一句：角色需要，我演的这个角色，家里穷，一直被人欺负。然后有个同村的姑娘嫉妒她长得好，就趁她睡着，把她的头发剃了一半。我很忐忑，这样蹩脚的理由，也不知道我妈能不能信。好在我妈轻易就相信了。你不能用那种头套吗？人家演清朝阿哥那种。我的头发太多了，看起来很假。再说了，又不是不长了，我这么为了角色负责的人，不想这么应付观众。我还逗她：妈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我还想着你要是看不出来，我就找个时间突然拿下来吓你一跳呢。你这假发拿下来我看看。我妈气不过：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，我怎么可能认不出来？你的头发丝我都认识。我竖了大拇指。还是杨云同志厉害，什么都逃不过杨云同志的眼睛。我拿下假发的那瞬间，我看到了妈妈心疼的眼神。杨云同志，不要用这样的眼神看我，我怕我真的撑不住了。好容易应付完了爸妈，我坐在房间等小琴，她的镜头对着我，发现我在哭，只是我忍住不发出声音。她一下子跑过来：姐，不哭了好不好？我忍不住突然抱着她：你说亲自送走自己的女儿是什么感觉吗？我害怕他们受不了。我哭了一小会儿，想到自己还有事要做。我请你来我家，也是想请你用镜头记录一下。我从包里掏出了几张银行卡，就当是玩个小游戏吧。这些年赚的钱在这些卡里，我会藏在家里的各处。你告诉我爸妈，如果他们难受了，就和我一起玩玩这找东西的游戏。我和他躺在一张床上，我还说了很多事，有些琐碎，也不知道说全了没有，还有没有什么遗漏。我资助的一些学生，我会委托朋友继续资助。我建了一个希望小学，可惜刚刚砌砖头，我答应校长要去剪彩，只能说句对不起了。我之前那部戏，好多人骂我胖了，其实是我生病浮肿了，对不起呀。我爸在我小时候就拖着我学骑自行车，刚登上2步就一松手，我一头就钻到了树丛里，掉了颗牙。我妈在窗口看着不停大骂，所以我有假牙。刚入行，我演戏演不好，被导演骂，我就一直哭。我对外说我喜欢蓝色，其实我最喜欢粉色。我怕大家觉得土，从小就谎称自己喜欢蓝色，说的多了我自己都习惯了。照片我给自己 P 好了，不是黑白的，笑得也挺灿烂的，回头我发给你，一向就用这张吧。其实挺不孝的，我唯一能留给他们的只有银行卡而已。这一段的视频颤抖得厉害。第二天，我和小琴都肿了眼，熬夜追剧不能追了。你看，2只熊猫。我故作淡定，又跟着小琴大吃特吃了一天。临近晚饭的时间，我说我要走了。我妈给我塞辣椒酱，剧组伙食不行，你不是最爱妈妈做的这个吗？你带上。我站在一边和小琴说，你别说，这个真的是我妈做的，真的好吃。妈，你也给小琴2瓶。小琴在那摆手拒绝，我直接替她接了。走吧，明天一早就要飞剧组，可不能浪费时间了。我开着车，大概半小时车程，最终停在了一个偏僻的角落。我慌忙推开车门，下车吐了个干净。我早就吃不了这么多东西，纯靠硬塞，胃里更是疼得难受，翻江倒海。好不容易缓了过来，我通红着眼哭得不行。小琴，我再也吃不到妈妈的辣酱了。你看我还活着，可是我的胃已经不能吃了。这一次换小琴哭得哇哇的，我很少听到女生哭得这么难听，要多惨有多惨。别哭了，别哭了，被你哭的我都不想哭了。她手机都扔在了一边，镜头对着车顶，看不见人影，只有她大喊大叫的声音。我怎么能不难受？我在陪着你做最后的遗愿，我多难受啊！我难受的快要死了呀！我怎么就不能哭啊？我就想哭啊！这期视频出去，他们一定会吐槽我灌水。
我已经趴在桌子前维持一个动作很久了。怎么会呢？粉丝只要看到你好好的，就会很开心了。我举了手中的照片，我立志给你们签上10000张签名照。但是好像太累了，我能签多少就签多少吧。你累了就别签了，他们也会心疼的。我经纪人说，签名照都私下卖得很贵，回头我委托公司做一次公平公正的抽奖，只要抽中的就免费寄给你。我对着镜头认认真真，我告诉你们，死人的钱不能乱赚哦，如果有倒卖的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。做你的粉丝真好，其实也不怎么好。我想了想，我身上的话题太多，我的粉丝还挺累的，总是为我战斗。我每次劝他们没关系，别在意，他们都不服输。以后他们可以歇歇啦。小琴想了想，还有什么想对粉丝们说的吗？我放下笔，很郑重地说，我想你们替我看看这个美好的世界。我的工作太忙了，我还没来得及多看看多尝尝，更没有什么机会看看可爱的你们。我的社交账号不会注销，如果你们愿意，我那条讣告会置顶，你们可以给我评论。比方说，你们今天看到了什么，吃了什么，在哪个国家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。对了，多替我吃点辣的，我喜欢。我想我在那个世界也能看见，一定有意思极了。还有那些骂我的人，下辈子和我做朋友吧，我也不想总被骂呀，怪难受的。不过也因为你们的批评，我成为更好的人。我签得太累了，终于撑不住睡着了。梦里陆潇问我们生个孩子吧。我惊出了一身冷汗，因为生病，我好像弄丢了一孩子。我买了一些礼物，我们今天出去找找地方。我其实考虑了很久，怕会不会有什么安全隐患。那你们答应我，你们别抢，我会放在人少没有车的一些角落，找到的粉丝就当留个纪念。放置礼物地点的视频我们会分批放出来，这些视频播放的第3天，我会请小琴帮我把这些选定的地方一一放上礼物。如果涉及安全隐患，后续礼物会被取消，全部用来捐赠。这是我和你们约定的小游戏，希望大家能喜欢。小琴看着我说，你今天还带了很多衣服，是为了做什么？拍照啊。我笑了笑，我会给大家留个8宫格的照片，剩下的1宫格就由大家来帮我补全吧。那哪来的摄影师？你呀，你不是现成的吗？祝愿姐，你是认真的吗？我这个拍照技术，我身边的人都吐槽。没事，我们今天有的是时间，总能选出来8张吧。而且我天生丽质，不怕你技术差。没多久我就后悔了。不是，小琴啊，我知道你技术差，你怎么能差成这样？你不是视频博主吗？姐，我拍视频也没怎么修啊，明明是拍照太难了，我都怕我把你拍丑了，回头你粉丝骂我。看得出来他急眼了。他们不敢。我笑着逗他，视频都在你手上，谁骂你你就威胁他们后面的视频不放了，他们就一个比一个乖了。姐，你太损了。我对着镜头挥手。再见啦，我们去拍照啦，最后的成品你们很快就会见到，敬请期待。祝愿姐，你说什么？这是你的奸夫？小琴这嗓门这么多期了，还是这么具有穿透力。我虚对着镜头，你能不能别这么大声？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发小韩旭，就是你们口中的青梅竹马。我俩小时候穿一条开裆裤长大的。我有些抱歉，所以我生病的事，除了医生，我就主动告诉他了。总觉得有些对不起他，他本来也挺忙的，现在总是惦记我病情，我化疗的日子，他比我记得还清楚。小琴已经学会采访了，请问韩先生，你当初怎么会答应姐去当这个奸夫的？韩旭皱着眉看着镜头，我怎么知道他会提这么个要求？可是当他说他得了癌，我就没法拒绝了。那个捉奸现场惨烈不？我2只眼睛都被打了。韩旭手指着镜头，姓陆的，我没敢还手而已，不行哪天再来比比。我可不是打不过你，真是男人之间奇怪的攀比心。我无力吐槽，你到底带不带我去了？韩旭立刻换了面孔，温柔了起来。我去拿轮椅，你等我会儿。他推来了轮椅，上面还有一条毯子。哎呦，都说了我自己能走，你非推着我。这里是韩旭家一个闲置的别墅，
闭嘴，给我滚上来！我乖乖听话，坐上去，又乖乖给自己盖好了毯子。我就是去化疗，你这表情怎么像我要去赴死了一样？笑一个呀，韩大少爷。韩旭还真的挤出了个笑容。太丑了。我没有把去医院的过程放出来，镜头只是从我上车到了我下车，唯一的区别就是脸色看起来更疲惫惨白。我又回到了韩旭的别墅，我列了一个名单，我要请他们吃饭，都是我的朋友，算是一个告别。我用了2天的时间，请了2拨人吃饭，酒足饭饱之后，我都会站在别墅门前，好好和他们告别。他们有人笑着调侃，你和韩旭真的在一起了？等于我们吃的是官宣饭吗？朋友果真是朋友，能忽略出轨这件事，无条件包容我。我笑着回答，谁知道呢，随缘吧。最后我和大家认真做了告别，再见，下辈子见啦。这一期视频没有你们期待的主人公，而我是个旁白。我是小秦，一个随机找人实现心愿的心愿博主。住院姐是我拍摄视频的第7个主人公。视频的最后，我会把当初随机街头采访的全过程给你们放出来，不然你们总是好奇地问我，为什么住院姐要找我这个陌生人做这个死亡走马灯视频。我先来说前4期视频播放后发生的一些事。当初住院姐说找我做7期视频，后来我有些贪心，我很喜欢她，我把很多期分成了上下2集。我和你们一样，很贪婪的想要再多看看她。你们不知道我剪辑这些视频到底用了多大的力气，我每每哭得喘不过气。可我又是幸运的，如果没有那次采访，他可能按着他最早的想法，随便找个没人认识他的地方静静地死去，直到尸体被人发现。他看着想要告诉这个世界什么，我其实知道，他好像动了恻隐之心，他想要帮我这个数据很差的视频博主。他到了快死的时候都这么善良，可是我宁可这些视频永远不见天日。可惜这终究是黄粱一梦。我把礼物都发了出去，要不说是住院姐的粉丝，大家都很文明，记得拿到礼物的拍个照，让我们大伙看看她到底包了什么礼物。我事先声明，这些礼物都是她自己一个人准备的，我并没有参与其中。我见到了我意料中的人，陆潇。这个大男人在我面前哭得像个孩子。我觉得住院姐一定不想自己爱的人这么丑的状态被你们看见，所以我给陆先生打了个马赛克。住院姐告诉我，如果你来找我，让我劝你别哭。她知不知道这样有多残忍？她也说了，如果你骂他，让我替他骂回去。我张了张口，最后只说了那句，陆潇，已经晚了，你总是关心你的事业，连我掉头发都不知道。她显然很痛苦，只是对着我说，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，可是他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摇摇头，他想告诉你的话都在前面告诉你了。至于为什么，我猜测，因为他真的喜欢你，所以不想你伤心吧。他葬在哪里？我可以把地址告诉你，但是你确定要去吗？你什么意思？陆先生，你已经有了新的生活。我劝了劝他，何必呢？我后悔了。他笑得凄惨，我后悔了。我爱的一直是他，我根本忘不了他。那你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。你说忘不了住院姐，所以谈了一场新的恋爱吗？这对你现在的女朋友不公平。他垂头丧气，我和他分手了。可惜住院也没给我一个机会追回他。死了，哪来的机会呢？他不告诉你，可能就是不想看到现在这种状况出现。我接待的第2个人是韩旭，他坐在我面前，镜头里整个人憔悴了很多。他居然先提出了问题，你猜我为什么来找你？我很纳闷，我不知道，也没有想到。因为住院姐的事你都晓得。他摇摇头，对着镜头说，他的事我都晓得，可是我的事还有他不晓得的。他继续说，我之所以答应假装他情人的请求，其实是因为我喜欢他。反正这家伙也看不到了，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生前我没敢告白，是因为知道他心里有人。此时我来告白，是想让自己没那么遗憾，至少他最后的人生里还有我的参与。死住院，下辈子你来找我好不好？其实和我谈恋爱也挺好的。我对着镜头有些紧张。小秦还打趣我，
姐，你天天面对镜头，你也会紧张吗？当然了。我点点头，平时我都是演戏，今天可是正式的告别，自然是有些紧张。我指了指自己的着装，我今天西服套装，还是挺正式的。小琴继续说，那你说吧，我给你录着呢。我回家待了小半个月，我没让小琴来帮我拍摄，我就贪心点，想和我爸妈独处。我觉得最后的时光快乐极了，但是很不好的是，我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了。就连我的医生都问我，确定不告诉自己的爸妈吗？我曾经想给自己办一场葬礼，想着准备个什么特别点的场景，再看看有没有能够相配的音乐，或者我的墓碑上写点什么。后来我又懒得管了，我觉得我爸妈会安排好，或者韩旭那家伙会帮我安排妥当。我还是想当我的小公主，偷个懒。我想说，看到第一个视频的你们，别哭，我只是去了另一个时空。也说不定，我开启了新的副本，是拯救某个世界。对了，祝愿是我的艺名，我本名叫祝夏里，别忘记了。那么，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。再见。别紧张，你就正常说。我举着镜头，出镜人是小琴。姐，要不还是你来吧，我适合举相机，不适合出镜，我紧张。她紧张的在那里揪头发。不行，我这会太丑了。你就行行好，让我在大众的眼里保留更好的形象吧。我把纸递过去，你照着念就行了。小琴无奈地拿起了纸，照本宣科，念着念着又哽咽了。抱歉，虽然我说了7期视频，可是说到底，最后一个心愿是我的私人心愿，我不想公开。我委托了小琴帮我做这件事，只有我最亲密的人才和心愿有关。我有点累了，以后就不拍了。小琴念完之后看着我，姐，要不你再多说2句？这丫头边说边哭，哭的鼻涕都出来了。别哭了，你上电视了，这么丑，以后红了也是表情包。我叹了口气，把镜头对着我自己。丑就丑吧，让你们再看看我，快看仔细点，以后就看不到了。对了，哪个媒体说我鼻子是假的来着？我上手摇了一番，我这是纯天然。你们说我爸妈会不会哭啊？比个耶吧。2024年8月7日，祝夏里离开了人间。他的角膜捐献给了2个失明的孩子，让2个孩子代替他继续欣赏这个世间的美好。其他的器官，医生会替他拿主意。8宫格照片作为讣告的置顶，收到了很多回应。原图我会分享出来，只求你们别骂我拍得太丑。很多人都说想替祝愿姐看看这个世界，我随便截图了几个评论，大家就当看着留个念想。祝夏里，我今天替你吃了干拌面，加了蛋哦。配图，祝夏里，我今天做了红烧肉，可是烧糊了，连锅都黑了。我替你吃过了，呸，好苦。配图，祝夏里，你没来过冰岛吧？这是我替你看极光的照片。配图，祝夏里，我替你尝过了，英国的餐好难吃，刘子的命也是命啊。配图，祝夏里，你去了那里，能不能帮我看看爸爸，帮我和他问句好？他长这样。配图，祝夏里，我替你吃了你爱吃的爆辣新疆炒米粉，能把你嘴巴辣肿那种。配图，祝夏里，我妹妹特别喜欢你，她也去了你那个世界，你帮她签名吧。祝夏里，你最后的剧还没上映呢，你为什么就走了？祝夏里，我想我也快要来陪你了，我也想像小琴那样和你做朋友。祝夏里，我恨你，可是我也好想你。如果有时光卷轴，他是不是也不想走？我把第一封信带到了祝愿姐爸妈面前，老两口像是老了10岁，头发似乎也更白了一些。这是姐姐让我给你们的，她封得很好，我更加不会探及别人的隐私。祝愿妈妈接过了信，先是随手放在桌上，并没有直接打开。你说她最后是不是很疼？祝愿妈妈还是忍不住哭了起来，我也跟着哭。她说她都在吃止疼药，没那么疼。我撒谎了，止疼药根本就没用。她疼得冷汗直冒，甚至吐血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祝愿妈妈似乎得了安慰，这孩子从小就是报喜不报忧，可她难道觉得瞒得了一时，以后我们就不会难受了吗？
我没法说什么，虽然最后的时光他都在陪着父母，可是其中的酸苦又怎么能说得清？我其实早就知道他生病了。住院妈妈的一句话让我震惊地抬了头，在你来我们家之前，到底是自己闺女，我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她的变化？她瘦成那样，她最爱演戏却退圈了，她疼起来的样子根本忍不住表情，就连头发都掉光了。我知道她不想让我们伤心，我只能忍着假装什么都不知道。她爸怕她没机会吃了，每天拼了命地学各种菜谱，现在换我嚎啕大哭了。我不明白，在这最后的时刻，一个拼了命的隐瞒，另外2个也是拼了命的隐瞒，到底谁比较辛苦？所幸最后的时刻都是他父母陪伴的。其实我的包里还有很多信没有给出去，我会按着他的要求，每个月寄一封给他父母，直到再也寄不出去。他说我的陪伴只能这么短了，至少信还是新的，他们还能有所期待。含蓄，他只给他留了一封信，我没有看他看信的过程，就知道这个男人在我背后又哭了。韩信，他说他在你家藏了个礼物，你找找吧。是一本相册，里面是他们的成长手册。他做这些花了整整1天。至于陆潇，他也有3封信。我曾经想坏心眼的不给他，但是他到底也不算有什么错。视频出来后，他瘦了很多，整个人看着也没有精神。我会1年给他寄一封，等到寄完了，住院他也得有3岁了吧。这就是住院姐口中不能说的秘密。大概在10天后，我收到了一份快递，里面是一个最新款的相机。祝夏里，我恨你，可是我也好想你。